Hello， 大家好，我是语言策划直通车已经到了第4期。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是6月上半个月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后可能还会有6月下半个月的啦。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建议奥林匹亚可以推出单人排位、双人排位或者组队之后人不满可以有匹配功能。那么我是已经很久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了，就算它现在已经改版了，我也没有去玩这个游戏，是真的浪费时间。那据我了解呢，一定要5个人一起组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游戏，否则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打的。那官方策划答复，建议收到，目前我们限定排位人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比赛对局质量和维护执政官的参与体验，同时保证匹配效率和公平性。我们目前也会继续关注该玩法的数据统计情况和执政官们的反馈，综合实际情况持续优化。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啊，官方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先。我个人是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强制玩家要5个人才可以组队吧，你可以让玩家自己去选择啊，就很像那个赛罗利的危机，你可以选择邀请队友或者是自己打。强制的话这个设计就有点太脑残了。第二个问题，建议迷雾埃及中资源矿的位置不显示迷雾。采集点或许对一些玩家来说其实不太会用到啦，但是对于一些打联赛的冠军队呢，其实他们会时常用到。还有就是那个迷雾功能啊，哎呀，我都不懂它讲，你那个迷雾不见了消失了，你就没有办法走过去，这个确实是很烦。我印象中是之前我要开集结去集结别人的城市，然后那个迷雾又出现之后，我的队伍就没有办法集结了。老实说，这个迷雾玩法呢有一定的游玩性，但是对于一些已经玩习惯旧版的埃及之战玩家来讲有点不太习惯了。策划答复，我们引入迷雾影响相对的设定，旨在让视野策划成为蔽日沉沙主题赛季的核心博弈之一。这涉及到采集和反采集，玩家需要更加关注视野信息，以获得更多采集分或阻止对手采集。因此关于该建议的可行性，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执政官的反馈和相关比赛数据来进行综合评估。所以第二个反馈的答复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持续关注。我感觉这个策划直通车也是开始忽悠玩家了，之前不会这样子的。第三个反馈，建议拔地而起的活动可以提前显示在活动日历上，方便进行准备。策划答复，为维护排名活动的公平性和竞争环境，我们在目前的设计中选择不提前公布相关活动的日期，这是为了避免部分执政官提前进行活动筹备，导致竞争更加内卷的情况发生。我觉得提前告知大佬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他们要抢是肯定可以抢到的反而是那些无氪啊或者是小玩家，我看到这个活动要出现了，我要开始准备了，结果就在小小的王国里面卷啊卷啊卷，最后还是卷不过大佬，大佬丢个钱下去一冲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你准备了多少年加速啊？5年啊，大佬直接丢10年下去我个人觉得提不提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除非你的王国是完全没有大佬，又或者是你就是那个大佬啊，这样就有可能你可以抢到。假设说你的王国是很多大佬的话，也不用去想这个东西了，就算已经实行了已经出了也是没有什么影响了。第4个反馈，希望联盟总动员根据报名联盟已报名的人数来调整每一级奖励需要达到的积分，人多完成对应等级积分就需要越高，人少的就需要低一些。策划答复，建议收到，我们将就此提议进一步讨论可行性，如果有最新的方案将与大家同步。这个反馈就是希望官方可以人性化一点啊，确实有些王国的联盟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所以玩类似的活动就感觉好像没有力气要去冲那样子不过这点官方确实是要去研究一下，假设官方拉低的话，就变成有些联盟他们不用这么拼命也可以拿到很高的积分，只要在一个联盟里面安排比较少的人，但是里面全部都是大佬，完成了一些任务全部都是比较高难度的，就可以进入排名拿到奖励，这样算起来又好像有点不公平了。第5个反馈，希望征服赛季铭文商店可以轮换其他部位的铭文，或者是按照剧本来轮换，例如英雄战歌是穷追猛击，尼罗河是纵马横刀这种。这个玩家给出的建议确实是不错，因为我们现在商店里面的铭文全部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打了多少 GKVK 也是拿到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啦。那就算官方他们不要随机改变，又怕一些玩家新加入征服赛季的可能会拿不到某一些铭文，其实直接根据这个玩家的建议在不同的失落之地有不同的铭文，这样子的做法其实算是不错的。那我们看一下官方答复，我们暂时不会对铭文商店的铭文投放进行调整。哇，有没有搞错
考虑点如下，我们希望确保剧本之间的奖励会保持一致，避免奖励成为执政官们选择剧本的因素，更希望大家根据不同的玩法和战略体验去选择剧本。第二个原因，专属铭文作为游戏内比较独特和稀有的内容，投放渠道是比较少且有限的，因此暂时不会把所有专属铭文都在 KVK 中战奖励进行投放。那么这里策划答复呢是已经绕了很多个圈了，我说白一点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钱的问题。你们都傻的，如果把全部铭文放在商店里面的话，你们还要去买礼包咩？你们还要去拼铭文咩？都不需要了嘛，是不是？官方又不是傻子，如果可以给你们全部自己选完的话，这样他出礼包来干嘛？给你们自己开来干嘛？他就是要随机给你们开到一些垃圾，在征服赛季才可以获得。选择不同的地图就可以拿到不同的铭文，这样你们的军区不是很快毕业，官方就不能赚钱了？你都傻的。第六个反馈，希望在远征增加选择难度的功能，方便我们实验统帅搭配。策划答复，远征作为一个初期的渐进验证玩法，目前并不打算增加其复杂度，但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会考虑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实现。欢迎各位执政官在本期策划直通车留言区提供具体的统帅搭配测试需求，我们将综合考虑并参考这些需求来进行后续功能开发。再次感谢大家的反馈和支持。其实我对这一点呢是没有什么要求啦，我只是希望远征商店我的艾塞尔已经觉醒了，请你把它换成其他的统帅，艾塞尔已经很多了，不要再给我艾塞尔了，就算它可以换个人积分也好，我也不想要再拿艾塞尔了，我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现在个人积分呢，除了换艾塞尔之外呢，你还可以换一些什么抵抗之剑啊、誓盟之书，这个你时常的打一些野蛮人城寨都会拿到的。所以个人积分不足，我觉得还好吧，也不到不足吧。我有一些图纸拿去换掉，其实也是可以换到蛮多个人积分的，不一定要用艾塞尔的头。最后一个反馈，第7个反馈，建议开启一个类似王国 1v1 的地图，可以自定义王国挑战哦。哇，如果这个真的出的话，我很期待。我想看一下960跟365单挑。哎呀，不是一直讲365可以打败960吗？就来单挑啊！看一下策划答复，该建议我们已经收到了。目前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关于开启 1v1 地图的执政官需求及出发点，比如在什么背景下希望匹配1对1的战局。欢迎各位执政官在本期直通车留言区发表您的建议与需求。这个1对1单挑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呢？我暂时是想不到，我只是想到斗兽场而已。我个人觉得官方可以考虑一下楚汉之战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一个剧本呢是没有中国元素的剧本嘛，刚好又是1对1的对决，官方可以考虑一下楚汉对决，所代表的人物有项羽啊，另外一个官方看要不要考虑一下出一个刘邦。这个也算是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战争了吧，官方可以考虑一下啦，我觉得。不过官方如果真的要考虑出1v1的话，我觉得不算是很糟糕的想法，官方可以考虑一下，只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啦。比方说像步步为营这样子，你建那个地基要2个小时，飞过去要2个小时，这个就不用啦，大可不必。那么以上就是策划直通车的内容，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